我妈是做精，主要表现在我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她还在打着为我好的名头，半夜3更起来包每一粒玉米的皮膜，说是对消化好。我反驳她的思想，她就在社交平台发了视频，配文母爱，这是伟大的母爱。她以为网友能像那些无脑亲戚一样夸她伟大，骂我不识好歹，想要增加我的愧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不是从前那个谨小慎微的女儿网友，也不是没有一点智商。我妈又开始作妖了，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为了弟弟结婚，我特意请了1星期的假回家，下了车就马不停蹄忙了一天。我想着第2天要睡到自然醒，就说让妈妈不用喊我吃早饭了。拥有前车之鉴，我还特意塞了点钱给我妈，为的是堵住她的嘴。从我大学毕业第1次回家住对我妈要求交房租之后，我就知道我回家的路是要靠钱铺出来的。妈妈拿钱喜笑颜开，当着我的面答应的好好的，我对此深以为然，只要钱到位，我妈就能不作妖了。结果第2天我就让自己打了脸，从早上6点开始，我妈就每5分钟敲3次门，先是死催着我起床，后来是问800遍我早饭吃什么。我不耐烦了，不是说我不吃吗？您别忙活了。外面安静了一会儿，我以为我妈终于安分了。我爸开始咚咚咚敲我的房门，刚开始还是敲门，我赌了一口气，就是不开门，我爸最后是直接踹门进来。我习惯性的扯上被子盖好，然后想起来自己是穿着睡衣的。全家都知道我有裸睡的习惯，但我妈和我爸从来不会顾忌这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想就随时进来，还不让我锁门。我这房门的锁都不知道被我爸踢坏多少次了。我参加工作之后，我爸和我妈下岗在家，他们对我的态度才软化下来。我爸一进来就指责我，你怎么这么大了，一点都不懂事，吃个早饭还要千催万请的拿自己当公主了是吧？你妈为了你好消化，凌晨3点起来给你榨爱喝的玉米汁，光是包玉米的馍就搞了几个小时，眼都要花了，手都要断了，你就这么对她也不怕寒了你妈的心。现在年轻人主意大，想一出是一出，说着说着他就开始抹泪，都是我造孽生了一个这样不听话没良心的女儿，是我前世带来的祸根啊。我妈这话说的真是有水平，一边说是我要她花功夫去搞玉米馍，一边又说我不孝顺，真是好的，都是她的坏的，就该我担着呗。果然，我妈今天早上对我的态度，就是演给我爸看的一出戏，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在我不起床的这段时间里，在我大男子主义的爸面前演出一个被叛逆女儿无视后还无怨无悔的慈母形象。此刻的我无比烦躁，已经在开始后悔我为什么没能顶住亲戚间的舆论压力，选择回家住，而不是去住酒店了。我烦透了我妈这样矫揉造作的戏码。以前在网上看到的是绿茶女，可我是有一个绿茶妈。我妈说没读多少，演戏却是1等1的好手。从小学开始就要求我考双百，一次没有满分，我就得受折磨，不是身体上的折磨，是心理上的折磨。我妈会专挑亲戚聚餐的时候问我的成绩，不合她的意，我妈就拉着一张脸，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我和你爸为了供你们读书，在外面打拼，赚的都是血汗钱，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本来还想要你给弟弟做榜样，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吧。一般到这个时候，我妈就要谈起当年为了让小菊读书，她放弃读高中的遗憾。我没读多少书，吃了这么多苦，就想他们能好好读书，谋个好前程。没成想一片苦心都喂了狗。昨天晚上我是怎么说的？今天我要睡，晚点不吃早饭，客厅里的监控可是拍得一清二楚，你自己搞不清楚情况，来我这撒什么气？我爸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最见不得我们做儿女的反驳他。我妈就是这样，在日复一日的作息中，把每一次亲戚聚会变成了我的审判台。正是年少的我不懂为什么一张卷子少考了几分就是气，我妈就是不争气。我的同桌天天考不及格，可他的爸妈会在他进步的时候称赞他，给他买洋娃娃，退过了也不会打他，骂他，还会鼓励他。后来我明白了，我妈需要的并不是我能考多少分，她只是喜欢自我感动，喜欢扮演一个贤妻良母。我不是能忍气吞声的性子，当下就反驳，是我让她榨的玉米汁吗？昨天晚上我是怎么说的？今天我要睡，晚点不吃早饭，客厅里的监控可是拍得一清二楚，你自己搞不清楚情况，来我这撒什么气？我爸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最见不得我们做儿女的反驳他。我高3的时候，学校要给我们办成人礼，同学们的父母都给自己的孩子买了华丽精致的礼服，让他们尽情展现青春的美丽。只有我爸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套我妈几年前买的一套衣服，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套衣服颜色灰暗陈旧，穿在我身上尽显老气，就像我前半生一样，在父母的苦难教育下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爸对其他同学精致的妆容和华丽的衣裙鄙夷不已，好好的高中生书都不读了，都想着怎么打扮，怪不得学习不好。我听不下去，默默劝我爸少说点罢，他们学习成绩都比我好，也不是天天打罢。我爸不高兴了，自觉丢了面子就是一巴掌呼过来，你真是翅膀硬了哈，还管起你老子的事了。整个年级的人听到动静都朝这看过来，我一下就懵了。围观的人里有我暗恋了很久的男生，那一巴掌不止打在我脸上，更是打在我心里，成为一个久久不去的烙印。直到大学毕业，我都很少跟我爸说话，即使是要办什么事，也是1-2句话就挂电话。因此在他心里，我还是那个可以随便拿捏的女儿。可如今的我，经过社会的历练，一颗心比铁还硬，谁想拿捏我，我就让谁过不下去。我猝不及防的顶嘴，他愣了一下，随即又开始他的老招数。
这次我不会任人宰割，后退2步，轻松躲过了他的巴掌。我拉着我妈，今天一定要说明白妈，昨天我可是说了不吃早饭，监控拍得一清二楚，你别把什么都赖在我身上，监控是不会去翻的。我妈不过是想在我爸面前装可怜而已，可我就是不想让我妈这么痛快。我妈死命的想甩开我的手，发现甩不开，拿出了她的终极招数，下跪磕头。我爸直直的指着我低声道，孽女竟然逼得自己的妈下跪，你还有没有良心？我双手抱胸，八风不动，任他们骂。我妈每次吵架吵不过，就说着要给我跪下磕头，实际上就是做样子。我妈一边做出下跪的姿态，一边老脸一抹，开始哭喊着，都是我的错，是我自作多情，是我不该对你掏心掏肺，都是我的错行了。出来还真给我跪下了。我一看这还得了，干脆利落，比他先一步跪下，开始砰砰磕头，他哭我也哭，还比他哭得更大。生妈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给你塞钱，不该说让你别做早饭，也不该不和你自作多情炸的玉米汁，你就原谅我吧。我一说到钱，我妈就慌了，换成她拉我起来，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什么钱不钱的我不依，还是跪着一遍又一遍重复那句话。我爸听得真切，当即就来了火气，指着我妈，好啊，你背着我藏钱，你这个星号的，这就是我妈不会让我爸去翻监控的原因。我爸自诩为一家之主，家里的钱都是他把控着，我妈的那点工资也得上交，想买点什么东西都得等我爸拿生活费。我妈虽然心有不满，但是封建思想只能忍着。我猜也能猜得到，我妈会把钱藏起来，现在我直接爆料，我妈必定不会好过，同一个被窝里睡不出2个人。既然2个都不是好人，那就都不要好过吧。当时我爸就和我妈闹开了，逼得把藏起来的钱全给了他，差点喜提一顿打。我全程在一边看戏，最后是我弟看不下去，出面拦住了我妈，被我爸狠狠地扇了几巴掌，头发抓得乱糟糟的，狼狈不堪。我爸拿着钱乐滋滋的去村里的小店里打麻将，我收拾行李打算去镇上的酒店住，这个家我是1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我弟只是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把我送到了酒店。我原本以为我妈经过这件事后能对我有个重新认识，别来招惹我，没想到她既吃不记打，又在开始作妖了。我妈的作妖方式是在网上发了个视频，我在公司也是个管理层，今年正准备升职，去总部的人下来考察，对我个人的品德很重视，毕竟公司也是个世界500强，总不好招个品行不端的人当领导，平时无论是在哪，我都特别重视舆论导向。图片是我妈把玉米皮馍全包了，视频是我妈低声下气叫我起床，我对她不耐烦的样子，标题很妙，母爱，这就是伟大的母爱。展开之后是一大段文字，孩子昨天说想喝玉米汁了，想着他胃不好，就凌晨起来包了3根玉米的皮馍。第二天孩子想多睡会一口没喝，算了，对孩子的宽容就是我最大的母爱了。这简直是危言耸听，凭什么他前半生能对我苛刻至极，后半生稍微给点好处，我就要感恩戴德，凭什么？我要接受自我感动式的母爱？难道我贪图等到以后40、50岁，我妈还要跟我念叨，我喝的玉米汁是她一粒一粒给我包的，偶尔不顺她意，就要听她骂我翅膀硬了吗？人各有各的路，我不需要她为我牺牲，而且她的牺牲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姐，你看你妈怎么天天不停的作妖，你都在考察阶段了，正是关键的时候，你看看她发点什么视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对自己父母不好呢，你妈这不是故意害你吗？堂妹在电话那头义愤填膺，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亲妈会这么害自己的女儿，还这么见不得孩子好，她怎么好意思说你胃不好的？要不是她读书的时候天天克扣你的饭钱，你会到没钱吃饭的胃病的地步吗？我手指颤抖地点开评论，准备迎接狂风暴雨。下一秒我看见了冬日暖阳，我的天啊，你也太闲了吧！本来想骂孩子的，一看你主页孩子都27了，算了，我骂人难听，不管看多少遍，我还是觉得你是神经不理解不尊重。堂妹在电话那边继续说，你妈竟然还想让网友网暴你好。在现在网友都是有脑子的，和堂妹聊了几句之后，我弟给我发来消息，姐妈今天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好像跟你有关系，你这几天别联系她，免得她对你撒气。我的手机连着家里的监控，能够轻而易举的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妈今天早上在客厅里坐了好一会，一直在鼓捣手机，结合时间正好跟视频发布时间对上了。晚上我妈掏出手机，一脸期待，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她刷着手机没多久，脸色就黑的差点能滴出水来。我妈是想看网友狠狠的批斗我，但网友的评论直戳她的心窝子，她最终一无所获，一怒之下踢翻了客厅的塑料凳。当我再次打开视频软件时，我妈那条视频显示作品不可观看，我把截图发给我弟，劝他结婚之后最好少回家里，就我妈我爸那样的哪个年轻姑娘受得了？我弟沉默很久，接近12点才给我回复，我看了差点心梗，一晚上睡不着觉，他们毕竟是我的爸妈，我弟还是对爸妈的认识不到位，也是太心软了，他想不到就是这一点，心软，差点失去了最爱的人。在商量要在老家办婚礼的时候，我就说新娘子进门的红地毯是一定要的，我爸直接说买个地毯铺铺，那能算几个钱？我原本以为我爸说的是那种常见的红地毯，直到我买回来，我爸说我吝啬净挑便宜的，看不得我弟好家伙，他要的是羊毛地毯，1米就要800-900块的那种，我爸跳过我的，直接把链接甩给我时，一副不容置疑的态度。我迟疑了一会，羊毛地毯的颜色是不是不太吉利？我倒不是心疼钱，
只是觉得大喜的日子，新娘子进门铺白色地毯，人家会不会有意见？我爸皱着眉头不高兴了，你要是出不起这个钱，就直说，别在这拐弯抹角，颜色不好看不要紧，贵就行了。我的脑子转得飞快，很快想明了其中的关窍。我爸就是个大老粗，廉价地毯还是羊毛地毯，他根本就分不清，只有我妈才会关注这些。我妈老早就跟我暗示过，想在家里客厅放一张羊毛地毯，今天到这么一出，一看就知道是我妈撺掇我爸的。这是我弟的婚礼，大头的钱还得他自己出。但我第一个搞研究的，在城里买了房子，买了车，付了彩礼，又还剩多少呢？这是算准了，我不缺钱，他们这算盘珠子都要打到我脸上了。我妈坐在一边，笑意盈盈，小姨多买点哈，别到时候铺起来又不够长，记得要多买点。这也是咱们刘家的脸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俩还真是天生一对。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下来，为的是那点姐弟情谊。我高中的时候，我妈因为我爸给的生活费不够，就打起了我的主意。我现在还记得那天我在上课，我妈突然冲进教室，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拍着大腿向我哭诉，家里条件不好，赚不到钱。我妈把我省吃俭用新买的发夹丢在地上，疯狂地踩踏怒骂，我不好好学习，整天把心思放在打扮自己上，让我花钱不要大手大脚。我妈以此为借口，一个月400块钱的生活费，硬生生让我妈瞒着我爸扣掉200，我的尊严就跟那个发夹一样，被我妈踩在脚下。那个时候我弟每个星期都省下自己的零花钱，然后托人送给我，让我勉强度过难关。就凭这一点，在金钱方面，我一辈子都不会亏待他的。我弟结婚前一天，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来了，为的是在商量明天婚礼要不要在家门口多铺几米地毯的事。昨天下了场大雨，家门口的地现在还是湿的，现在外面还淅淅沥沥下着下雨天气，预报说明天会天晴。明天我弟结婚，总不好让人家新娘子穿着洁白的婚纱拖一地的黄泥。现在大家商量要不要把路全铺上。我爸大手一挥，十分豪迈，要铺多少铺多少，我们不差钱。这架势一副为了给儿子办好婚礼不心疼钱的样子，谁能看得出我爸手里1分钱都没有，全靠我出钱呢？怪不得我弟要自己出钱办婚礼，他们两夫妇就心疼的跟什么似的。感情是我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他们不心疼。从前最看不起我家的四叔，如今也奉承起我爸，还得是志军啊，说做就做，有我们刘家的风范。我在一边强忍着没笑出声铺红毯，这事也不大，主持人来一趟就行了，家里唯一大家子人乌泱泱的算什么事？我经过世事冷暖，自然看得出他们是什么货色。那边那些亲戚们还在奉承我爸，有人来向我搭话，我也是礼貌性的回复几句。余光里，我看见几个姨娘婶子围在我妈旁边，嘴里不停的说着什么，往我这里指指点点。堂妹昨天给我发了个截图，是我妈新发的朋友圈，我妈特意屏蔽了我，内容跟发在视频平台的一致。不同的是，网友都是在为我说话的，朋友圈的亲戚都在指责我不孝顺，全都在顺着我妈围着。我妈的那几个亲戚都是最多嘴的，也是最巴结我妈的。这会子不知道说我多少坏话，我扯出一抹笑，走过去打招呼，二婶，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着又老了，这可不是好现象。二婶一愣，我没等她反应，调转火力，舅妈，你坐在这干什么？当年不是嫌我们家穷不来吗？怎么这次我们没请你，自己就过来了？我毫不留情扯开最后一层遮羞布，不给任何人留面子，无论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面上对我还是恭恭敬敬的，毕竟我是整个家族里唯一一个在大城市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性。于是他们一改常态，变得讨好我，就像我这么直白，他们也只会讪笑，说我还小不懂事。我妈不这么觉得，她只觉得我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落她的面子。我一坐下，我妈就站起来了，你们坐，我不配坐这么金贵的凳子，这是在讽刺我仗势欺人呢。我不听，静心里微笑道，妈，原来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呀。亲戚们都看着这边，我妈挤出几滴眼泪，我还是老了，孩子都不听我的话了，我爸就吃。我妈这招不管3七21，就是要我向我妈道歉。我坦然自若眨眨眼，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妈，你从小就叫我要诚实，所以我把你说过的话都说给二婶和舅妈听了，怎么你还不高兴？我怕火不够，特意添了把柴3臼。我妈当初还说你长得丑，踩了星号运娶了这么漂亮一个舅妈。二爷爷你不知道吧？你天天去村口小卖部找刘寡妇的事，就是我妈说出去的，泥人也有3分火气。二婶和舅妈顿时脸上浮现薄怒，原本围着我妈的亲戚也不自觉远离了她。我妈跺着脚着急的解释，你们别听小鱼瞎说，我可从来没说过这种话。这么苍白无力的解释，不会有人听她的。二爷爷冷哼一声，起身就要走。既然志军媳妇怎么不喜欢咱们，那咱们就别留在这讨人嫌了。明天的喜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咱们这些讨人嫌的家伙就不掺和了。二爷爷在家族里辈分高，话语权也高。他一发话，原本坐在家里的亲戚纷纷起身走人，无论我爸怎么挽留，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我妈失魂落魄，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这可是她的主要观众。没有他们，我妈又怎么在亲戚面前装绿茶呢？你是要害死你弟呀？没有他们帮忙，我们一时半会去哪找人做事？我霸气的把手里的紫砂保温瓶摔在地上，你弟的婚礼可是光耀门楣的大事，我不管，你是求也好，请也好，明天找不到人来做事，你就别姓刘了。
我妈见这时候报复我的绝佳机会，出言拱火，这可是你爸请回来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把人家气走了。我爸也许是被这一句话勾起了以前低声下气求人的回忆，脸色愈发不好，看我心内冷笑，合着我爸眼下而不自知，请回来的就是一群小偷。筹备婚礼的这些日子，我包揽了绝大部分买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家里准备的东西虽然粗略看不出，但是细看就能发现数量跟我的账上不一样。二爷爷是管事的，他手里有本账，可东西还是少了，带头的人还是我妈，是我弟发现的。他让我买东西往多里买，就是想从中捞点，还带着其他人一起捞。我和我弟商量好了，要把那些亲戚都换掉，换个更专业的团队。我妈这么咄咄逼人，我就拿她做法子。我妈狠狠地挖我一眼，你这死姑娘说话怎么这么没良心？我这是在心疼你的钱，别听不懂好赖话。妈，你是心疼我的钱，还是心疼这钱没有花在你身上，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一句话说中了我妈的心事，最后我妈只能对我抛了几句狠话，恨恨离去。我爹拉住我姐，下次这种出头的事还是我来跟爸妈说吧，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我心内弥漫着一阵悲哀，糊涂的爸，做金的妈，我在其中挣扎，走出一条生路。我拍了拍他的手，你是安慰没事，反正他们不喜欢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再讨厌一点也没事。你放心，结婚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我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话虽是这么说，但我心上总是萦绕着不安，以我妈作妖的特性，保不齐她在婚礼上还能给我闹上一出。我想了想，决定明天派几个人专门跟在我妈身边。可我没想到我妈是真的疯了，差点让我弟结不了婚。婚礼那天，我妈拿着一条毛巾把我家门口的积水全部洗干净了，她还特意挑了大伙都在的时候，谁拉都拉不动。哎呀，这不是我也闲着没事干，就拿个毛巾洗洗水，我儿媳妇的路也好走些，小玉买的羊毛地毯可贵了，能省一张是一张。亲戚们从一开始的质疑到支持，纷纷称赞有你这么好的婆婆，也不知道是你儿媳妇几时修来的福气。我简直要气笑了，这不就是道德绑架，我都能想象到。以后要是我弟老婆有什么让我妈不满意的，第一个就是拿这件事说事，儿媳妇还没进门呢，我妈就要给我弟老婆一个下马威。这种损阴德的法子，也亏得他能想出来。我弟也意识到不对，上前强行把我妈拉起来。妈，这些事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进去跟爸招待一下亲戚们吧。喜事上只要碎了东西，都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对象。我强行把这个罪名加到我妈头上，合情合理把她请了出去，顶着所有人的目光。我妈有什么委屈，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拿着她破碎的手机，一步三回头离开。我弟强打精神投入到迎亲工作中去，这场婚礼最后不欢而散。女方父母在婚礼上公开叫板，愤怒的要结束这场婚礼，随后拉着脸色不愉的新娘愤愤离去，留下不明所以的宾客和知道真相的我家。一切的由头都在我妈身上。在双方父母发言时，我妈撕掉了原本准备好的发言稿，拿出了一本自创的刘福儿媳家规。一结婚以后，儿媳妇就要删除所有男性朋友的电话微信，二婚后不能给娘家买东西花钱，三每天必须早起做早饭。我妈声情并茂地朗读了7条规定，站在台上一脸得意，事情以后你就是我们刘家的媳妇了。这几条规定你可要好好记住，我的动作再快也快不过我妈的一张嘴。顾诗晴的妈妈是个商人，比一般人精明许多，她不与我妈这个无知妇人纠缠，看着我弟目光灼灼。刘杰，这就是那你说的会对我女儿好？我弟想要辩解，岳母不是你想的这样。顾母抬手示意我弟不要再说，转头直截了当的问顾诗晴一句话，这个婚你还结不结？顾诗婷的目光在我弟和顾母身上游离不定，最后下定决心，刘杰，我是嫁到你家，不是卖到你家，我们还是算了吧。当顾诗晴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弟终于崩溃了。妈，我弟哀嚎一声，痛苦的用双手捂住了脸。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总是要闹上一出？你为什么总是要出丑？你怎么这么喜欢作妖啊？失去爱人的痛苦击垮了我弟，他支撑不住的双膝跪下质问我妈。我自问已经很孝顺你了，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要这么破坏我的爱情，我的家庭现在你满意了吧？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妈慌了神，大声开口辩解，像是要为自己造势。我也是这么在你奶奶手底下过来的，顾世情就这么金贵，一点苦都不能吃了。顾家家大业大，顾诗情又是小姐脾气，我不敲打她，以后你有什么好日子过？我这都是为你好，别不领情。我爸再一次展现了他糊涂的性格，开始拉偏架。刘杰，他好歹还是你妈，都是为了你好，你真跟你妈说话也太没良心了，快给你妈道歉。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谁是罪魁祸首，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可我爸不管，他心里只有所谓的孝道和脸面，父母的脸面不可损伤。若是我爸知道我妈早就心好面，他还会这么护着她吗？我冷哼一声，为刘杰好，爸，你还不知道吧？我妈在外面帮人家贷款了一套房，借的还是高利贷，对方亲口承诺会还清所有钱，结果转头就把房子买了，拿着钱跑了。我妈借钱填的还是刘杰的电话号码。那段时间，追债的人天天打电话给刘杰，差点害得他出车祸。村里人谁不知道我妈愚蠢至极，刚刚认识3天的人贷款。说到最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几乎是声嘶力竭。爸，这就是你要的脸面，这就是你说的为我们好，给一个高中生300生活费，就是为他好，道德绑架自己的女儿，就是为他好，
差点害自己的女儿没了工作，就是为她好。我爸罕见的沉默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妈仍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啊，怎么要翻就账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还不快闭上你的臭嘴！我妈双手叉着腰，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是我爸出声喝住了，他要闭嘴的是你。我爸对我妈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至少比我们这些掏钱的人大可。我妈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竟然要去撞墙。既然你们都不待见我，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场面顿时乱作一团，拉人的拉人，劝架的劝架。我和我弟对我妈的做派已经了如指掌，对她的戏码已经无感了。我爸还在叫嚷着拉她做什么丢脸的东西，干脆死了算了。我妈撞了半天，愣是没有一点伤。我过去拽着她的头发，直直的往墙上砸指一下，就让我妈不敢发出动静，因为我是真的想让她死。我弟终于发现了我妈的无可救药，深刻体会到自己之前是多么愚蠢，竟然妄想能够改变我妈，忍受我妈刀不砍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我已经遍体鳞伤，不愿在我妈身上浪费时间，希望我弟能醒悟过来，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弟从小就学习好，人品也好，后来从高校毕业，留任本校，发了不少论文顶刊，算是学术圈里最年轻的教授，只是性子有些软弱，但在他的成就面前，比起来也算是瑕不掩瑜。村里的人在背后都说我爸是傣族，出好损。我爸妈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我第一项当宝贝看，直呼是祖坟冒青烟。至于我这个毕业不考公不考研，一心钻进金融圈的女儿，他们只会伸手要钱，多一分的关心也是没有的。我家的根基在农村，我爸以前在亲戚朋友面前总是因为钱的事抬不起头。现在我弟有出息了，娶的还是城里的媳妇，加上我妈在背后撺掇着，我爸就想着要显摆显摆。女方那边最开始是想在城里找一个高档酒店举办婚礼，我弟也是这种想法，奈何我妈执意不肯，甚至当着女方父母的面撂下狠话，不回老家办，就是不认我家的祖宗。我们刘家也不会承认这样的儿媳，一般来说，有如此浓重家族观念的多是男性。我妈这么搞一出，女方父母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爸好像对我妈一句话点醒了一下，打通了任督二脉，说什么也要回老家办婚礼，不然这门亲事就算了。女方的妈妈更精明些，一下就看出了我家的成分，当时就透露出不解这桩亲的意思。我妈把我弟当宝，就觉得全世界都配不上我弟，说什么也不愿拉下脸找姑母道歉，说我拉着我弟亲自上门，再三保证只要有我在，顾事情就不会受一点委屈，婚后也不会受婆媳关系烦恼。结果还是我带着我弟低声下气向姑母道歉。姑母见我们态度真诚，语气也缓和些，小玉呀，不是我们不想结这桩亲，我也就直说了，你们那个妈实在不成样子，她打着为事情好的名号干出那种事，我也不想说了。那个视频我也刷到了，你说说，你还是她女儿，她都在网上这么干事情，要是真嫁过去，那还得了。我顿时明白，这是在点我们呢，有我妈我弟就娶不了顾世情，就看我弟怎么抉择。我弟沉默半天，猝不及防跪了下去，他仿佛下定了决心，回去要跟我妈一刀两断。妈，我一定不会让事情受委屈的，给我几天，不一天时间，我一定能处理好。我弟最终决定离开家，他跟我说，远离我妈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我弟自嘲道，姐，以前我还以为是你太过分了，等到轮到我自己身上，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有多傻，多么天真。我没有办法回答他，由于我弟的性别，他受到了优待，远远高于我，他做不到像我这样能够忍下心来脱离原生家庭，这是他性情使然，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只有刀子真正砍到自己身上，我弟才会醒悟过来。就我搬出家里之后，我弟就成了第二天离开家里的人。我弟向爸妈表明以后会少回来，该给的赡养费会按时给我。爸难得清醒了一次，知道有我妈在，就没谁敢嫁给我弟，对此他并不阻止，只是沉默不言。我妈耐不住了，自从婚礼上闹了那么一出，我想一想得到亲戚们会在后面怎么议论，我妈现在都不敢出门，我弟一走，她自以为是的依仗就没有了。她受不了这样的落差，她想阻止我，干脆在她喝的水里放我常吃的安眠药，睡着了她就不闹腾了。我弟甚至没带多少东西，拿上户口本就走了。他认定了顾诗晴就不放手，为了表决心，他急速跳槽到另一个城市的高校，我借了他一笔钱，让他在那个城市里安家立业。顾诗晴最终还是嫁给了我弟，两个人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快活的不行。我顺利升职去了海外总部，国内除了我弟一家，还有亲近的亲戚，我几乎跟其他人断了联系。后来在我刚签了一个1000万合同，正准备去庆功，我弟和顾诗晴在电话里恭喜我。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是我妈。喂，是小玉吗？我是妈妈呀，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妈想你了。我没听完，直接挂了电话，并把这个号码拉黑。我随手把手机扔进了下水道。Vicky， 明天帮我买个新手机，顺便换个新号码吧。是的，太多骚扰电话了。全文完结。